这里竟然屹立着一座巨大的大熊铜像，大熊竟然成为了地底王国的首相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城镇里的空地越来越少了，小伙伴们玩耍的空地也被用来放建材了，大家很烦恼，以后要去哪里玩呢？大熊到家门口才想起要把零分考卷藏起来，于是哆啦 A 梦拿出道具，随处挖洞器。他告诉大熊，其实在地底下到处都有自动形成的地底洞穴，只要转动转盘，洞穴的入口就会跟地洞连接起来，听到叮的一声就可以打开看了。大熊想着只要小小一个洞能把考卷埋起来就好，搜寻了半天，大熊终于找到了一个地洞。他伸手想把考卷埋进去，却发现里面有很大的空间。他走进去后发现里面越来越宽，最后一个巨大的洞窑出现在他面前。大熊没再继续走下去了，把考卷放在了洞穴中央，但这根本就不像是藏起来了的。最终他还是手动挖了个小洞，把试卷埋了进去。哆啦 A 梦听说这件事后，检测了一下地洞的数据，他发现这个洞还真不是一般的大。他们想到这么大的地方可以用来打棒球或是玩游戏，还可以打造成秘密基地，甚至连小镇或是小小国家也行。于是大熊决定要把这里打造成只有小朋友的孩子王国。说干就干，哆啦 A 梦拿出迷你推土机，先把地铲平，然后再撒上发光苔藓，它们就会自动附着在岩石上自我繁衍。做完这些，他们就先回去了，剩下的就交给这些道具了。哆啦 A 梦告诉大熊，明天过来会有大变化的，要打造孩子王国，就要有国民才行。大熊首先排除掉胖虎和小夫，他觉得刚开始只要他和静香2个人就好了。哆啦 A 梦觉得也可以加上出木山，毕竟他那么聪明。大熊虽然有点不愿意，但最后还是答应了。于是第二天，大熊在放学后悄悄叫住了静香和出木山，并邀请他们成为地底王国的国民。静香和出木山很高兴地答应了，不过他们要先回家放书包。大熊在他们身后大声叮嘱他们，不可以告诉别人哦，特别是胖虎和小夫。谁知道胖虎和小夫就站在他身后呢，这下可尴尬了。哆啦 A 梦真是恨铁不成钢啊，现在只能让他俩也加入了。大家打开地洞入口都惊呆了，才过了1天而已，竟然已经建造好了台阶，洞穴里也是金光闪闪的，十分壮观。胖虎和小夫迫不及待地在宽广的地面上撒欢奔跑，很快他们就累惨了，但他们甚至还没跑到一半的路程。这里虽然很大，可是没有房子也没有家具，于是哆啦 A 梦拿出道具折叠式房屋，放在地上后，一座小小的房子就自动搭了起来。这房屋的材料是特殊的纸，比钢筋水泥还要坚固。哆啦 A 梦拿出了更多的折叠房屋，让大家随意挑选，甚至还有折叠式道路呢。大家开心地选择自己的小房子。出木山提醒他们要先做好规划，不然以后会很麻烦。胖虎他们却不以为然，反正这地方这么大，很快他们的小房子就都树立起来了。大熊刚想在家门口造一条路，却发现小夫的房子挡在了他的路中间。大家没有规划，随意铺路，这些路都铺得歪七扭八的。哆啦 A 梦刚选好房子的地址，胖虎的音乐厅就压在了他的房子上面，紧接着小夫的博物馆把他俩的房子都压扁了，他们谁也不愿意让谁。哆啦 A 梦被推来推去，可怜兮兮的，于是一气之下，他拿出了道具口袋龙卷风，把胖虎和小夫以及洞里的所有房子都送走了。出木山觉得这样刚好，现在他们要重新规划好再布置房子。他计划在镇中央开设公园，再从公园打造通往东西南北向的大马路。小伙伴们也集思广益，还要棒球场，要有餐厅和电玩中心，静香要种满花草的植物园，大熊坚决杜绝有学校。出木山将大家的意见汇总整理，然后大家就一起努力开始造他们的小镇了。他们在洞顶画上蓝天白云，经过规划后的小镇看起来舒服多了。现在这里的规模已经可以媲美一个小型国家了，大家对自己共同努力的成果非常满意。他们飞在空中挑选自己想住的房子，大熊在他的小床上舒舒服服地睡着了。可没一会儿，胖虎就把他叫醒了。胖虎觉得大熊的房子看起来很舒服的样子，他强硬的想要大熊跟他交换，但外面明明就还有很多空着的房子，大熊当然不想换，于是胖虎就把大熊揍了一顿。大熊只能去找哆啦 A 梦哭诉，即使这个国王里只有小孩子，胖虎依然可以为所欲为。哆啦 A 梦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如果任由胖虎这样胡作非为下去，国家会大乱的。于是他拿出道具机器警察与署长徽章，并任命大雄为警察署长。这些机器警官会听从带徽章的人的命令，于是大雄就带上警官们去维持国家的秩序了。小夫拿了许多漫画过来，被胖虎撞了个正着。胖虎自顾自的要让自己家成为图书馆，
想志想留下小夫的漫画。这时大雄署长出现，制止了他的粗暴行为。小夫趁机溜走了，大雄下令去逮捕胖虎。胖虎看着这些像木偶一样的玩具，完全没在怕的。他觉得自己一脚就可以踩扁，可没想到这些警官非常灵活，专挑胖虎的脑袋打。很快他们就制服了胖虎，并用绳子把胖虎绑起来带走了。小伙伴们都惊呆了，他们也都见识到了机器警察的威力。金香觉得大雄这个样子很酷，随后大家又在礼堂里开了个大会。大雄认为，既然是国家，就应该有领导人，他觉得自己可以胜任首相的职务。其他小伙伴倒是没啥意见，没想到大雄连国旗都准备好了，还将这里命名为大雄王国。哆啦 A 梦一看就知道这家伙又得意忘形了。不过小伙伴们都不争强好胜，也就由着大雄去了。大雄上任后第一个制定的规矩就是每天都是星期天，全国国民各罚10万元当零用钱，还要有许多玩具和吃不完的点心。哆啦 A 梦吐槽大雄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，他觉得应该要回归现实，首先大家一定要先回家吃饭才行，而且也要写作业。大雄的美梦破碎了。哆啦 A 梦说的对，老师布置的作业还得写呀。突然他有了个鬼点子，大雄叫来出木山，说要任命他为文化教育部部长，要求他先写好作业，再公布给其他公民做参考答案。出木山觉得这样不妥，作业当然要自己写，否则就没有意义了。大雄贯彻民主主义，他觉得大家要互相帮助才对。出木山还想跟他说道理，但大雄完全不想听。如果出木山再啰嗦，就要逮捕他。出木山只好答应他，先回去写作业了。这下大雄放心了，可以安心的玩耍，不用担心作业了。可新的问题又来了，没有可以玩的道具啊。他又灵机一动，叫来了小夫，并任命小夫为游戏部部长。大雄命令小夫用哆啦 A 梦的复制镜和拷贝纸，以最快的速度增加他带来的玩具数量。当然也不容小夫拒绝，不然就逮捕他。现在只剩下食物的问题了。大雄很没礼貌的叫来哆啦 A 梦，并任命他为农业部部长。大雄让哆啦 A 梦把假日农业套装拿出来，还强迫其他小伙伴一起种地。他则是大摇大摆的在一边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出木山觉得大雄这样做太过分了，但大雄用机器警官威胁他，出木山只能妥协。然后大雄就打着哈欠说要去考虑国家的未来了。很明显他的做法引起了众怒，大雄没有消停，把正在努力种地的哆啦 A 梦叫来，要他为自己打造一尊铜像。哆啦 A 梦不想答应他这么无理的要求，大雄依然是叫出机器警察威胁人家。哆啦 A 梦只好拿出道具，一模一样铜像套装，用这个相机拍一下大雄，再将数据发送到要建造铜像的地方，就会自动生成出一个惟妙惟肖的铜像了。没一会儿，大雄的铜像就生成了，大雄很满意，于是又使唤哆啦 A 梦继续回去田里干活了。另一边，小伙伴们躲过机器警察的巡逻，悄悄碰头，大家都对大雄的做法忍无可忍了，只会命令别人做事，结果他自己什么也不做，只会说要努力工作，结果做事的都是他们，说什么要思考国家的未来，其实就是睡午觉。胖虎很不爽，要不是有机器警官，谁会怕大雄呢？哆啦 A 梦觉得自己很丢脸，竟然把机器警官交给这种人管理。最后大家决定要团结起来，一起打败机器警官。大雄还在睡午觉，外面传来了抗议的声音。以出木山为首的一群人发起了政变，大家都拿着工具在与机器警官较量。大雄吓得逃进了森林，最后他躲在铜像底下。大雄想挖个洞躲起来，结果挖到了自己之前埋的0分考卷。这时大家也发现了大雄的行踪，但因为大雄拿出考卷改变了铜像的稳固性，铜像开始坍塌，大家连忙向安全的地方躲去。巨大的铜像倒下，引起了地面共振，大雄王国里的建筑全都倒塌了。大家一口气往洞口逃去，终于在洞窟坍塌之前回到了地面上。这下大雄可没地方可躲了，他不仅被胖虎修理了一顿，还被妈妈发现了那张0分考卷，这就是得意忘形的下场呀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会怎样规划你的王国呢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我们明天见。